在战神5里，北欧的众神之王奥丁曾嚣张地问过奎托斯这样一句话：你以前究竟是个什么神？但奥丁所不知道的是，过去的奎托斯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整个希腊除了爱神以外的所有主神，没有一个能在他手里走得安详。其手段之残忍，让屏幕前的玩家都不由得大呼过瘾。可以这么说，在北欧这块地界，他一个人就是诸神黄昏。但也正是因为他罪孽深重的过往，让这个被神利用了一辈子的战神，始终都无法面对过去的自己。或许是圣莫妮卡意识到奎托斯是真的累了，于是他们给了这个男人一次重新审视和救赎自己的机会。如果说齐天大圣成为斗战胜佛是对现实低头的无奈，那么奎托斯重新坐上战神王座，就是他真正超越了曾经那个沉溺在仇恨与杀戮中的自己。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部送给战神老玩家的一封情书《战神5：英灵殿》。在奎托斯阻止了诸神黄昏之后，儿子阿特柔斯踏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尽管妻子妃帮他改变了弑神的命运，但奎托斯却没有选择成为新晋北欧战神，因为曾经的悲痛过往让奎托斯始终无法接受战神这个头衔。为了维护9界的和平，弗利亚很快就离开了奎托斯身边，只有作为挂件的密米尔与奎托斯相依为命。不久后，奎托斯便收到了一封神秘的邀请函，邀请他前往英灵殿参加试炼。只有面对过去，才能面对未来。为了寻找内心的答案，奎托斯与密米尔来到了一处黑沙海岸边。踏上地面的那一刻，奎托斯再次经历了开局洗脸。早就习以为常的他来到了英灵殿的大门前，看了看门上掌控几声轻推开门的温馨提示。奎托斯选择通过自己的努力，硬生生拉开了大门。当他进入大门的那一刻，随之而来的就是英灵殿对闯入者下的诅咒。一股强烈的虚弱感笼罩了奎托斯全身。面对突然出现的敌人，毫无还手之力的奎托斯只能选择了最保守的方式，那就是倒头就睡。当奎托斯再次醒来，他已经被送回了黑沙海岸。而感应到了这一切的弗雷亚也带着女武神赶到了这里。他本想斥责奎托斯的鲁莽行为，但在看过那封邀请函之后，弗雷亚转念一想，不妨让奎托斯去闯一闯，因为英灵殿会提取挑战者的记忆，在磨练肉体的同时，也会磨练挑战者的内心。只要奎托斯能够挑战成功，那么他就会放下内心的执念，并重新接受战神的身份，与弗利亚一起维护9界的和平，甚至来一段诸神黄昏恋也不是不可能。就这样，在弗利亚和女武神的声控下，英灵殿的大门随之开启，奎托斯也不必再承受强行闯入的惩罚。自从诸神黄昏之后，奎托斯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畅快淋漓的战斗过了。战斗总能让他思路变得清晰，因为战斗爽。这里的场景都是基于奎托斯的记忆塑造而成。通过触碰上升之沙，奎托斯来到了英灵殿的内部，曾经属于他的战神王座赫然出现在了眼前。一个尖酸刻薄的声音也随之响起，每一个字都像尖刀一样扎进了奎托斯的内心，使他头痛欲裂。显然奎托斯还没有准备好，再次睁眼，他已经被送回了英灵殿门口。奎托斯明白他又一次败给了自己，但无论成功与否，他也要找出发出邀请函的神秘人。调整好心态以后，奎托斯再次出发。而这一次，随着天空的浓雾散开，希腊冥界3判官的雕像出现在了中心地带。奎托斯一路奋战，在击败了英灵殿选定的强大对手以后，他终于再次返回了王座室。但下一刻，原本挂在腰间的密米尔却变成了与奎托斯关系不太好的太阳神赫里俄斯。当年在奎托斯杀向奥林匹斯山巅的路上，赫里俄斯不慎被泰坦打成了重伤。面对奎托斯这个杀神，他不但没有悔改之意，还想欺骗奎托斯跳入必死的生活中。于是奎托斯对其从轻发落，没收了赫里俄斯的脑袋。这个虚伪的太阳神从此沦为了手电筒。回到现在，毕竟他这个手电筒质量还不错，奎托斯就把他又一次挂在了腰间，开始寻找被强制下线的密米尔。可太阳神这个话痨一路上都在言语讽刺奎托斯，连死了都不忘八卦一下奎托斯最近把哪个神话体系连过端了。之后熟悉的场景又再次出现在了奎托斯的眼前，这里不仅有着那个贯穿冥界与奥林匹斯山的锁链，还有属于希腊的宏伟建筑，甚至还出现了一座用于祭祀的房间。也正是在这里，奎托斯为了打开祭祀房的机关，选择了亲手把一名雅典士兵活活烧死。看来英灵殿是想让他再来献祭一次，而那名士兵的尸体居然都还在笼子里。毕竟奎托斯现在已经不是那种人了，于是他取下了太阳神的头，将之锁进了铁笼之中。随着亡灵军团士兵出现，无数的回忆涌上心头，就连那把奥林匹斯之剑都再次出现在了奎托斯的手上。要知道当年为了抢夺这把神剑，他可是和宙斯打得有来有回，最后更是差点提前捅出大结局，只是雅典娜替宙斯挡下了这一剑。时隔多年，奎托斯挥舞这把神剑显得更加得心应手。很快他便温柔地将太阳神推进了祭祀房。随着火焰机关启动，奎托斯显得有些心虚地转过了头，但下一刻太阳神却变成了密米尔。奎托斯本想立即停下机关，但扳手却被他扯了下来。完了，这下彻底没救了。但现在也顾不上这些，奎托斯立即上前，用蛮力愣是把铁笼给硬生生撕开。见奎托斯胆敢强行打破规则，英灵殿直接把他们丢进了被高温所覆盖的界狱之中。二人眼看就要被融化，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女武神西格路恩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了这里，并一把抓住了他们。高温使得女武神背上的羽毛都被引燃，强忍灼烧带来的痛苦，她强行开启传送门，将二人带出了英灵殿。回到黑沙海岸以后，女武神西格路恩在重伤的情况下，都还要确认一下密米尔的安全。谁让密米尔是她的情人呢？好在女武神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这才没有生命危险。奎托斯在向女武神道谢后，便
再次回到了英灵殿，在继续前进的路上，根据受害者密米尔回忆，他不见的那段时间里被送到了另一处地方，失去的身体也随之恢复。奈何体验卡的时间太短，他甚至都还有点舍不得走。二人谈笑之间，便重返了祭祀房。太阳神又一次把密米尔挤下了线，奎托斯对此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在让没见过世面的独眼巨人大开眼界后，奎托斯来到机关面前，将太阳神的头放下，选择将自己关进了铁笼之中。唯有承受自己当年给别人带来的痛苦，才是解开谜题和心结的关键。果然，在经过了烈焰焚烧过后，奎托斯终于来到了英灵殿的最深处，密米尔也重新回到了他的腰间。当他转过头，才发现原来发出邀请函的神秘人正是前任北欧战神提尔。这里说句题外话，因为当初狂魔在做战神5的时候只通了主线，就误以为提尔已经被奥丁杀害，但在做完视频以后，才发现通关后的支线里提尔竟然还活着。回到正题，之所以提尔会邀请奎托斯来到英灵殿，是因为他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比率领众神阻止诸神黄昏并受到万人敬仰的奎托斯更适合成为新晋北欧战神，所以他才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奎托斯解开自己的心结。但在此之前，奎托斯想要面对最终答案，就得先过了提尔这一关。作为游历了各个神话体系的战神提尔，早已能够熟练使用包括斯巴达武装在内的任何武器。奎托斯也不由得燃起了战意，甚至掏出德罗普尼尔长矛与提尔站在了一起。二人打的那是有来有回，但论战斗，提尔终究还是无法战胜奎托斯，毕竟只是点到为止。奎托斯像当初拉起弟弟德莫斯一样，将提尔从地上拉了起来，而大门之后的答案也是时候去瞧一瞧了。可就在奎托斯推开大门的那一刻，他却根本无法直视里面的东西。著名剑圣韦明一心曾说过，犹豫就会败北。显然奎托斯还需要更多的磨练。他又一次回到了英灵殿门外，在奎托斯看来，他已经知道门后的东西是什么了。如果想做好真正面对他的准备，那么就得不断通过战斗来赢得英灵殿中越来越强大的对手，以及开始动真格的提尔。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奎托斯终于得以通过眼前的3个物品和占卜池以及提尔的引导，展开了属于他的回忆。第一个物品是誓约石。当年为了抵御来自东方的野蛮人的入侵，奎托斯将灵魂出卖给了战神阿瑞斯。但他出卖灵魂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渴望的强大力量，因为一旦无法阻止蛮族的入侵，那么奎托斯的家乡就会遭受屠杀和欺凌。你可以说他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但不可否认的是，奎托斯是一个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和所爱之人，甘愿付出一切的战士。当然，这枚誓约石不仅代表了奎托斯对战神阿瑞斯的誓言，也代表了在升天中那个甘愿付出生命为他打破誓言的奥克斯。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奎托斯亲手烧掉了自己的家，并接受了服侍众神的漫长生涯。第二个物品则是太阳神赫里俄斯的太阳盾。太阳盾可不仅仅只代表了脑袋被没收的太阳神，也代表了在奥林匹斯之恋中，奎托斯为了阻止冥后毁灭世界的阴谋，不惜和女儿卡利厄佩分别，并用自己的生命驾驶太阳战车，将太阳送回到了天上。善良不是结果，而是过程。那时候的奎托斯还并没有被仇恨蒙蔽双眼，说明他的内心其实还是有为了众生牺牲自己的觉悟。奎托斯本应坠落而死，幸运的是赫里俄斯和雅典娜将他救了下来，而代价也将是继续为众神服务。但也正是在为众神服务的漫长生涯中，奎托斯逐渐对他们失去了信仰和信任。第三个物品便是潘多拉的雕像。这个名叫潘多拉的小女孩曾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在奎托斯与潘多拉相处的过程中，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卡利厄佩，于是奎托斯对她产生了一丝父女之情。但这个小女孩最后却用自己的生命熄灭了围绕魔盒的圣火。魔盒里面既代表了那些被邪恶情绪影响的众神，也代表了那一丝希望。在将希腊众神屠戮殆尽后，奎托斯兜兜转转回到了原点。他并没有将这股力量占为己有，反而是用自己的生命把仅剩的希望还给了人间。原本因为众神死去而残破不堪的希腊，不但有了生的希望，甚至还迎来了一个没有神压迫的世界。其实当年奎托斯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塑造一个不同的世界，但他当时哪怕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都还是选择了拯救希腊众生。说明在奎托斯的内心深处，希望与恐惧、爱与恨都存在于他的心中，关键在于让哪一种情绪来指引他最终的选择。这一刻，奎托斯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或许重要的并不是战神王座本身，而是坐在他上面的神。准备好真正面对过去的奎托斯来到了那扇大门之前，在犹豫片刻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推开了大门。What can I say to you? I remember how it felt to take that throne. All that it meant. And all that it did not. A god of war. A god of pain. Of suffering. Of destruction. And the one said I chase redemption that I know I can never deserve. What does that make me? God of fools. A god of... hope. You know,
else is lost. You lost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You became... There is no forgiving you. You chose! I chose. And now, should I, this same man, should I sit, take, proclaim, lead, place myself in service? In service? Should I lose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There's to be enough left inside so that I do not become you. I do not know. But I have hope. You are cruel and arrogant and selfish. But you are more than that. You have always been more than what others saw. You are more than that. Well, looks like I missed everything. 这一刻，奎托斯终于在重新审视被仇恨与杀戮蒙蔽的过往后，彻底解开了缠绕自己的心结。救王死，兴王立，再一次坐上战神王座的奎托斯，心中已经不再充满怒火与复仇。就如他还给希腊众生的东西一样，奎托斯从战神蜕变成了一位希望之神。从10多年前的老战神3部曲，再到如今的2部新战神，奎托斯早就不是一个游戏角色那么简单，他在我的心中早已成为了老友一般的存在。或许他的经历将会是我们以后永远值得去回忆和细细品味的一段记忆。当然，如果各位观众想回顾战神1到5，包括外传在内的8部作品，可以去看狂魔之领的一口气看完战神系列，一定可以让你找回曾经的回忆。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的心，我要那众生都明白我的意，我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